儿子用纸巾测试爸爸是否去世。有呢。有。哪有？有的。有。我死个屁啊！我不还在这儿吗？我。见没人搭理自己，老李有些纳闷，他伸手想要掀开被子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抓到。他惊愕地看着这一切，身旁的镜子空空如也，竟没有他的影子。女儿用血压计给他测量脉搏，结果却传来刺耳的警报声。老李这才如遭雷击，意识到自己已经去世。没多久，怀孕的小女儿也赶了过来，姐妹俩看着爸爸的遗体伤心落泪。老李急忙上前安慰：好了，不要难过了啊，不要哭了。可他的话却像石沉大海，没人可以听见。儿子拿起电话向警方报案：我刚才用卫生纸确认我爸的鼻孔好像没有风，然后尿布很臭，我觉得好像可能应该死了。真会说话，不死都被你说死了。这时墙上的钟表整点播报，传出一阵潺潺的流水声。妻子说这是老李生前最喜欢的声音。女儿撇嘴吐槽爸爸老土：那个是河水声哦，我还以为是冲马桶。什么冲马桶？不是我花2000块钱买的。这个河水声啊，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样。说起老家，老李立刻变得伤感起来。他想起小时候总跟伙伴们在那条河里摸鱼捉虾，有一次游泳时脚被水草缠住，多亏了小赵及时赶来拉他一把，才捡回一条命。那些鲜活的记忆此刻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妻子拿出热好的肉夹馍放在老李身上，这样吃得到了哈。下一秒肉夹馍竟出现在老李灵魂的手上，馋得他急忙咽了咽口水。自从5年前瘫痪在床，老李就再也没有吃过最爱的肉夹馍。小女儿打开冰箱想要找喝的，却被母亲出言阻止：不要乱开我的冰箱，我要喝东西啦。你跟我讲就好了，我拿给你呀。他给女儿拿出一盒牛奶，一包零食不小心掉了出来，结果被眼尖的儿子捡起。台南名产呢，那谁买的？母亲脸色瞬间变得惊慌，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子女们等待她的合理解释。瘫痪的老李24小时需要有人照顾，可母亲却偷偷跑出去旅游。我出去一下而已啊。一下？去台南会是一下啊？你把老爹丢在家里，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哦？被2个女儿接连指责，母亲积压多年的委屈也终于爆发。我每天就是屎啊尿啊这样，关在家里啊，跟在监狱有什么不一样？5年来，他一直照顾瘫痪的老李，子女们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，没人体会他的辛苦。我那是李宗伟昨天晚上要死掉。对，都是我的错。死哪天还要看你们有没有空。老李飘在一旁，看着妻子通红的眼睛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当然知道妻子的不容易，只是从前瘫痪在床，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法说出口。其实母亲也只是想出去散散心，谁知道回来竟会发生这种事。儿子急忙询问母亲：你出门的时候老爹是不是还活着？没有。那你回家的时候老爹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没有。儿子说这是过失杀人。民国89年有一个阿伯噎死，就是因为他的看护跑出去上厕所，回来阿伯就死了。结果看护被告过失杀人，蹲了监狱。母亲听后一下子就慌了，大家商量把买回来的特产全部吃掉，消灭母亲外出旅游的证据。一旁的老李则再次说起了小赵，长大后他们一起参军打鬼子，老李还在战场上救过小赵的命，2人自此便有了过命的交情。这时门铃突然响起，大家急忙把特产都藏了起来。警察是来询问老李死因的。老先生有什么病史？他腿不好，你的高血压、中风了。一家人七嘴八舌讲述着老李的病史。各位对死亡有没有疑虑？没有。这整齐划一的回答反而让警察起了疑心。他目光扫过众人，问老李有没有死亡保险。妻子说买了200万的，受益人是他们的儿子。2个女儿觉得母亲偏心，这也让警察对儿子产生怀疑。母亲见状急忙解释，保险金10年前就已经到期，所以儿子完全不存在杀人的嫌疑。众人还在为保险的事争执，谁也说不清老李具体的死因。你扣一扣，现在你们讲重点就到200万的啦。看不下去的老李自己站了起来，就说是睡觉睡过去了。所以老先生是睡过去了，是吗？没想到警察竟能看到老李的灵魂。所以说老先生是睡就睡过去，然后就自然死亡了，对不对？母亲以为警察在跟他讲话，于是附和着说道：对了。哦，早点说嘛。那接下来那个葬仪社来处理就好了。谢谢了哈。警察看看床上的尸体，再看看身边的老李，他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看到鬼魂。
就在他想要离开时，老李的灵魂却挡在他的面前。你也帮我一个忙。他请求警察帮自己给家人带话，想联系多年未见的好友小赵。警察按照老李的指示，让妻子拿来床头的背包，里面有一张老李和小赵的合影，照片背面记着小赵的电话。老李想让家人给小赵打电话，可妻子却自顾自地挑起了遗照。这张好不好？这张跟他现在比较像啊。不好，要用年轻的。这张比较好。用年轻的多好啊！我们用这张哈。你们让我死得那么丑，以后找你们一个一个就找你们算账。警察不想掺和他们的家事，对老李点头示意后便逃离了这里。警察走后却没人给小赵打电话。女儿拿起老李生前的录音机，里面是一首戏曲《武家坡》，熟悉的旋律让老李瞬间红了眼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小时候他和小赵一起去地主家听戏，可人太多根本看不见，最后是小赵背着他看完了那场戏。后来他就跟小赵天天唱这出戏。再后来他们参军打仗，老李和小赵不幸在战场上走散，本以为这辈子两人都不会再见，结果多年后他们却在台湾意外相遇。我一眼就认出他来，好多话想跟他说。如今家人全都陪在他的身边，他想再看看从小玩到大的小赵。妻子拿着两人的照片思索很久，原来以前小赵天天来找老李，频繁的外出让妻子以为老李有了外遇，夫妻俩因此大吵一架。后来老李就跟小赵断了联系，如今丈夫去世，妻子还是决定通知小赵。她拿着照片和手机走了出去，很快殡仪馆的人就来了。入殓师帮老李换好衣服，妻子端来一盆水，最后一次帮老李擦洗。一旁的老李慢慢走上前，他知道这5年照顾瘫痪的自己有多难，也知道那些年的误会让妻子受了多少委屈。儿子和入殓师把老李的尸体抬了出去，老李默默跟在后面，心里竟生出一丝释然。比起常年卧床拖累家人，或许这样的离开对自己和妻子都是一种解脱。妻子出门前不舍得看向床铺，陪了自己大半生的老伴儿，如今却只剩下枕头上被压过的痕迹。爸爸，我们出发喽！爸爸要跟上哦。在去殡仪馆的路上，儿子不停喊着让老李跟上，语气里带着刻意的轻快。灵车驶在路上，老李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，轻声感叹：能去河堤晒晒太阳了，多好啊！或许是妻子感应到了老李的想法，他给小赵发了一条信息，然后让灵车在河堤停一下，把李宗伟抬下来，陪李宗伟走一下。老李满脸微笑，没想到最了解自己的还是妻子，可入殓师却表示拒绝，会流血。老李也劝妻子要不就算了，其实这辈子走的也够了啊！可妻子却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。我跟他结婚40年了，我最了解他了。今天哦，我若无甲送来安尼行行，他会恨我一辈子。最后入殓师只好妥协，妻子推着老李在河堤上散步，路过的人纷纷对他们投来怪异的目光。没多久，老李的鼻孔渗出了鼻血，入殓师的话应验了。这时一辆出租车赶到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跌跌撞撞跑过来。阿朱，当年的小赵已经变成老赵，真的走了。我们从前见面就只是唱戏，真的没做什么。妻子听后知道是误会了他们。你们见最后一面吧。老赵缓缓走到老李面前，他蹲下身和老李做着最后的告别。钟儿啊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小赵。我昨天晚上还梦见你拉着我去看戏，跑来跑去，就是找不到戏台。后来在老家河边你自个儿唱起来。老赵站起身，唱起了他们最爱的《武家坡》。因为离家18年，少妇手泪望宝船。其实老李不仅是想看看儿时的玩伴，更是对少小就离开家乡的思念。这一刻，他们仿佛握紧了彼此的手，泪水也在他们眼眶不停打转。他们站在河堤，朝着大路遥遥相望。你钟儿，回家喽，回老家喽。乡愁是儿时那条熟悉的小河，它蜿蜒流淌在记忆的最深处。